家庭条件不好的萌兰却拥有最好的饲养员。乖巧懂事的么么究竟有多幸运？天气一热，其他熊猫都回到内场吹空调，或是在丛林山涧内避暑，唯独只有外场的萌兰还在营业。季奶爸看到后心疼坏了，可他给不了对方更宽敞更大的院子，更无法帮好戴尔换一个带内场的场地，只能冒着雨尽全力搭建出一片树荫。萌兰收到奶爸的礼物后，胃口都好了，整天待在秘密基地好好吃饭，一点阳光也晒不到萌兰。就连他身边还有长颈鹿玩具的陪伴。季奶爸对萌兰的爱永远藏在每一个细节。虽然他现在不再是萌兰的主管饲养员，能照顾孩子的机会很少，可奶爸还是会经常来看望对方。估计萌儿也没想到自己营业宠粉的时候，老季就在不远处默默守护着自己。如今经常和萌兰互动的帅奶爸也很宠，他担心好戴尔无聊寂寞，总是趁着休息时间来小门口陪孩子，不是动手揉一下对方，就是带来自己亲手定做的新款逗猫棒。总感觉奶爸比萌儿还要离不开对方，即便是萌兰上班宠粉期间，他也要探出半个身子注视着孩子，这眼神都望眼欲穿了。估计萌兰都被这位年熊的奶爸给整无语了。而徐老爷作为萌萌的亲奶爸，对萌儿这个小外孙更是爱屋及乌。当萌兰身体不舒服没胃口时，徐老爷明知道早已经成年的外孙危险性强，可他为了亲手给孩子喂饭，不顾一切也要孤身一人来到宝贝身边。他还尽全力给宝贝提供情绪价值，平日里经常陪孩子玩幼稚的萝卜蹲游戏，爷孙俩还隔着栏杆打雪仗。即便萌兰送来自己不能吃的竹子，老爷也会考虑到对方孝心一片，主动接过来。还有经常投喂孩子的大方奶妈，每次来看萌儿都要带上一大桶美食，难怪这小子开心到经常咬手手。萌儿为表达谢意，还要拉着对方拔河。奶妈明知道自己力气很小，可她看见孩子想玩，还是会拼尽全力配合。都知道李奶爸是丫丫的主管饲养员，可他百忙之中也不忘萌儿，不仅拿着一大堆美食哄孩子，还要在萌兰肚子疼的时候守在一旁。然而黄连也很爱萌兰这个团宠，总是被萌儿欺负的他忙得焦头烂额，却阻挡不了奶爸一心宠萌兰的心。他会举着相机帮萌儿拍美照，还经常驮着一大车球给对方送礼物。萌兰的生活虽然比不上老家的小伙伴，但好在这群有爱的饲养员将他宠上了天。没想到雷达奶爸才是林岩最大的黑粉，一言不合曝光顶流男明星的私生活。看下豆子，是瓜保熟吗？林岩好不容易维持的高冷帅哥形象，又被奶爸打回原形，成了搞笑男。当胖妍随意往地上一趴时，奶爸立马找到秘制角度给好戴尔咔咔一顿拍，并且还要点评一下林岩的身材，像一只待产的小母猪。明明是鸾动的男神，却成了奶爸口中的待产母猪，气得胖妍只能拼命扒拉着竹子反抗，心想你这样说还有美女姐姐喜欢我吗？最好笑的还是雷达奶爸总喜欢阴阳怪气，上一秒还在夸林妍有男熊味，下一秒就放出对方打呼噜放屁的高清视频。刚刚那个声音好像放屁。就连林妍被笑话的车座子脸，也是奶爸亲手拍的大头照散播出去的。然而身为整活达人的林妍可不是吃素的，他用演技就能轻松拿捏住奶爸。这小子不是大冬天捞冰吃，就是啃木头假装充饥，甚至还可怜兮兮的吃外场的枯草。要不是看见胖妍的游泳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饿了好几年呢。这天林妍本来在外场玩耍，突然转身冲向门口，哐哐一顿砸，吓得奶爸赶忙来给祖宗开门，生怕网友们误以为他虐待熊猫。不得不说，林妍这辈子的心眼子全用在整奶爸的路上了。怕不是报复对方将自己拍成车座脸，这小子还喜欢装听不见，一到下班时间就开始睡大觉。明明刚才还抬头看风景，听到奶爸的声音后就立马缩头，内心 OS 不听王八念经。身为男明星的他把奶爸当成小弟使唤，动不动就让对方给自己按摩。林妍只需要往门口一坐，边吃竹子边享受马杀鸡服务。或许是因为雷达奶爸平时太啰嗦，导致林妍习惯性听不见，即便对方一个劲说好话哄孩子，这小子还是不为所动，都不带看一眼的。因为为啥不理我啊？啊！你过来。当林妍在外场营业时也不消停，竟然爬上木桩试图越狱。虽然是一套假动作，可还是吓得奶爸心脏病都要犯了。林妍，下来！完了，要越狱啊！我跟你说。林妍和雷达奶爸不愧是父子俩，一旦拿捏起来，对方压根停不下来。没想到小奇迹也成了人教版小熊，学王奶爸摔竹子有模有样，父子俩还真是一个敢教一个敢学。小奇迹看到奶爸在自己面前一顿摔竹子，他也忍不住模仿起来对方的姿势。被奶爸发现后，小奇迹还突然停下，小表情看起来偷感十足。这是害怕对方以后不再给自己摔竹子吃了吗？同样的人教版小熊还有萌二，二小子从小就离开了妈妈，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全然不知生存技能，只好由奶爸亲自上阵掰竹子。二小子看到示范后也有样学样，就连对方用力时的龇牙咧嘴也要加上。曾经当过仪仗兵的黄脸奶爸，总喜欢将好戴尔的被子
子叠成豆腐块。这小子耳濡目染，也经常叠凉席，爱干净的他甚至还能拿出来去晾晒。要知道奶爸下楼梯时都是倒着下，哪曾想这姿势也被萌儿模仿，这表情到动作全都人里人气的，难怪都说有些熊猫一眼就能看出来人教版。都知道萌兰是个越狱小天才，北洞的强压根困不住向往自由的他。本以为这小子上辈子当过人，却不料这技能还是奶妈手把手教出来的。萌儿还是小小一只的时候，没奶妈就抓着孩子翻窗越狱。萌兰的表弟胖大海也是如此，从未见过哪个熊猫睡觉还得盖肚子，很难不怀疑这小子偷看过奶爸睡觉。相比之下，四喜丸子就很损了。外公来外场投喂孩子时不小心摔跤，小家伙们立马模仿起来嘲笑对方，一个比一个模仿的还要像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熊猫要竞争上岗了呢。而麦麦也是个喜欢看热闹的小熊，当饲养员在雪地翻滚时，这小子宁愿放弃自己头着地的姿势，为笑话奶爸也要横着翻滚起来。当饲养员拿着工具擦玻璃时，宝宝也要跟紧奶妈的动作用熊掌抹，全然不顾自己堂堂国宝的身份。这小家伙主打的就是一个你擦外面我擦里面，咱俩工资5-5开。还有女明星花花第一次玩滑梯时，显得手足无措的一言不合就卡壳，结果她上了一节谭爷爷私教课后，滑梯比德芙还要丝滑。花宝鸡甚至还学会了用脸刹车的技能，同为女明星的福宝更是人教版的楷模。这小妞从上树到钓鱼都是饲养员教的，就连单臂大回环的姿势也是宋爷爷亲手教会孙女的，难怪福猪猪回国后这么人里人气的。平日里不是让奶爸给自己按摩，就是因为开玩笑过头，骂骂咧咧对对方。这下终于理解为什么说熊猫智商高，毕竟这群滚滚们比两脚兽还要好学，原来真的有天选倒霉熊。花花的盛世美颜怕不是拿运气换的。陈圆润女士做的属实有点过分，时一来袭的她竟对着干女儿倾泻而出，还在做美梦的花花感受到后瞪大双眼，表示你就不能憋一下？解决完的圆润干妈神清气爽，只是可怜了被青团爆头的花宝鸡。可以说花花不是在倒霉就是在倒霉的路上，这小家伙就连喝个水也不得亲自。宝宝花在安安静静的喝水，却不料等来了个大姐大碍脚。只见他径直走向小水池，面不改色的把脚伸进去，然而光泡脚还是远远不够，艾灸还顺便洗了洗脏兮兮的屁股。洁癖花难以置信的瞪大双眼，思考起这水喝还是不喝的问题。花宝鸡不仅失去了心爱的小水池，他当个吃瓜群众都能被卷入一场风波。只见两位小熊正打得不可开交，一记翻滚将关将花拉入战场，被误伤后的他直接熊掌包翻。花花好不容易起身后赶忙熊掌升级，却不料那俩肇事熊早已不见熊影，可见花花身边早已危机四伏，不仅要提防着被熊误伤，还要留神那个熊碎碎的弟弟。这小子逮着机会就要下井。花花本来在安安静静品尝竹子的美味，却不料臭弟弟忽然一个熊扑，小家伙瞬间倒地不起。本想碰瓷让叶子长记性，却不料对方压根不理会自己。这还不是陈荷叶第一次忽视老姐。某天花花看到弟弟从远处走来，本以为对方想和自己贴贴，于是顺势往后一躺想靠在弟弟身上，却没想到竟然是自己自作多情。荷叶越过姐姐一屁股走胸后，倒霉的花花直接咕噜噜滚进了沟里。不仅如此，女明星连睡觉也被连连抱住。宝宝花趴在木架上妹妹小气，臭弟弟忽然过来对他一顿疯狂输出，被打懵的花花愣了好久才回神。没一会，艾灸姐姐也来凑热闹。花宝鸡本想反抗，但只是反抗了一下，小爱轻轻松松一脚踩住大脑，几巴掌就把花花打得丢盔弃甲。小家伙本以为风波就此结束，却没想到最狗的二狗也来了。他直接将整个身子压在花花身上，随后趾高气昂的一屁股走小熊，独留女明星独自思考人生，心想我睡个觉招谁惹谁了呀？熊生不易，花花叹气，他绝对能在倒霉大会上赢得第一。直到看见萌兰开心的奔向徐老爷，才发现熊猫界原来也有隔辈亲。这天徐老爷带着零食来给大外孙加餐，萌儿看到熟悉的身影后立马上前，边跑边用叫声回应着对方。老爷为帮这小子锻炼身体，又向前跑去。萌兰看到后也笑呵呵的跟在身后。等爷孙俩都到达指定位置后，徐老爷赶忙掏出准备已久的果果，看着大外孙翘首以盼的模样，他一脸宠溺的把苹果扔给了萌儿。小家伙循着踪迹没一会就找到了，拿到手后立马抱着大块朵。徐老爷不忍心打扰炫饭的萌兰，又给了他一块胡萝卜后便默默走开。或许是因为老爷的到来，这天的萌儿显得格外的开心，就连吃饭看起来都比平时香。徐老爷对萌兰的好简直就是隔辈亲，他本是照顾萌萌的奶爸，但爱屋及乌把大外孙宠上了天。当萌兰惬意的吃着竹笋时，他总是站在角落用温柔的目光看着，时时刻刻都注意着外孙的一举一动。明明不是萌儿的主管饲养员，他却经常来陪萌兰玩耍，甚至在大雪纷飞时爷孙俩也要打雪仗。只见这小子用熊掌扒着窗户，乖乖等着老爷把雪洒在自己头上，还用叫声表达着自己的开心。看到对方离开也会立刻跟上，主打的就是一个老爷在哪我在哪。玩嗨了的他们肆意奔跑着，如此幼稚的爷孙俩加起来绝对不到6岁。或许是与大外孙早已亲密无间，所以他才会对萌儿有着足够的信任。有段时间萌兰因为感冒生病，食欲不振，就连平时最喜欢的笋笋也没有胃口。
总是无精打采的趴在木架上。徐老爷看到后很是心疼，于是直接拿着食物直接投喂外孙，压根不在乎成年熊猫不能近身接触。他的这一举动是出于关心，但是更相信萌兰绝对不会伤害自己。聪明的萌儿当然也知道老爷的好，所以才会学着两脚兽的方式，把最喜欢的竹子透过小窗口送给他。外人面前的萌兰温柔又治愈，但他也会在徐老爷面前耍小孩子脾气。这小子因为挑食不喜欢春笋，在对方的注视下勉强意思一口后，最后还是不想吃的他，直接化身熊孩子躺地上撒泼打滚，并且有老爷在的地方，萌儿总是第一时间趴过去，还一直用各种方式引起对方的注意，隔着铁丝网也想和他贴贴蹭蹭。不过萌兰和徐老爷最经典的治愈画面，还得是一人一熊互相碰壁。这一幕简直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。看到思佳公主雪地撒欢遥遥领先南方熊猫，才发现国宝在东北的快乐根本想象不到。最近哈尔滨的一场大雪带给熊猫们无限快乐，他们也换上了新的洗貂方式，裹上糖霜的芝麻汤圆们又白又糯。不过国宝看到初雪的反应也不尽相同，尤其是思佳公主和她的弟弟佑佑。微笑公主看到雪后一改往日的文静，不停地在雪地里疯狂打滚，估计思佳一年翻的跟头都不如这天多，像极了第一次见到雪的南方人。忘乎所以的思佳公主在粉丝的惊呼下，甚至还一溜烟爬上小树。功夫熊猫上身后直接拆下一根树枝，叼下来还不忘对着两脚兽们展览。不知道南方的熊猫羡不羡慕慕？反正北洞的三太子看到后，是想给自己买张机票飞去东北削藩。一向走优雅路线的思佳暴露天性，然而他那个显眼包弟弟却蹑手蹑脚起来。奶爸本想让佑佑出门洗皮草，可不料他看到白花花的一片，瞬间傻眼。有800个心眼子的他生怕有埋伏，于是每走一步都要愣在原地好久，随即思考着下一步踏在哪里，甚至后脚还要踩在前脚的脚印上。知道的是佑佑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东北雪藏着地雷呢。等奶爸递给他胡萝卜后，佑佑意识到对方没有害熊之心，于是在雪地撒欢，直接放飞自我，连姐姐的小乔都成了他的滑滑梯，还趴到玻璃上和粉丝们来了个亲密互动。上一秒还是个社恐小熊，下一秒就成了脱缰的野马。虽然今天冬天韩国还没下雪，但去年的福宝可是留下不少名场面。雪对福猪猪来说像是有着魔力，只见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竹林，忽然站起来一个熊扑，就将树上的雪花全部散落在脑袋上。一旁的江爷爷看到后无奈阻止孙女。哪曾想爷爷的话刚落地，化身雪地公主的福猪猪又站起来，还用小手使劲扒拉着竹子。要知道熊猫都很喜欢滑雪，可福宝没有思佳公主的超大滑梯，于是这小家伙路也不看，就直接朝着墙滑下去，直接给了脑袋一记暴击。他的老爹看到雪也像是打了鸡血，只见乐宝滚了个超大号的雪球，还倒立用头顶地，用小脚压滚球，甚至给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城堡。探出头的那一刻，谁敢相信这小子都已经11岁了？果然没有熊猫能抵抗下雪天。你还知道哪些很喜欢玩雪的熊猫吗？